那危机是严邪。此刻的严邪虽然丢出了火红大剑，但是手中却仍握着一杆长枪，火红色的长枪上面刻着一条龙，龙身萦绕着火焰，威势竟比先前的火红色大剑强大数倍。因为它所散发的不再是王威，而是地威。这不是一把王兵，而是一把半成地兵。严邪太快了，眨眼间已来到了楚风的近前，手中的火龙长枪更是对准楚风的心窝刺了过来。原来一切都是他准备好的，先前他丢出的王兵不过是一个障眼法，现在的攻势才是他真正的目的。楚风失算了，事到如今，楚风不得不承认他是大意了。他在发现不对的时候，就已经卖力的想要躲开，可是严邪不是平庸之辈，速度几乎不输于楚风。那只见一道红光掠过之际，噗的一声，一道血花便随之溅起。楚风受伤了，尽管他躲开了心窝，但是他的左臂还是被那长枪擦伤了。尽管只是皮外伤，没有伤到骨头，但左臂的肌肉还是被划了一道大口子，鲜血还是如注一般喷洒了出来。楚风他见到这一幕，独孤星风等人顿时变得异常紧张。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楚风与同辈交手被人击伤，这件事不容乐观。不愧是严邪弟弟，同等修为之下，不可能有人是他对手。严族老三的脸上露出利奥得意的笑容，那是自然。严邪弟弟是什么人？那是将成为帝王的人，这样的人能统治一个时代，打遍天下无敌手。虽然现在他还未成长起来，但同辈之中也不可能有人是他的对手。严族老五的嘴角也露出了同样的笑容。不过不得不承认，这楚风也是少见的天才，只是可惜他遇到的对手是严邪弟弟，就算败也不丢人，因为这是必然的事情。严族老九说道，严族之人自然都希望严邪胜，尤其是严族老三他们几个，他们可是誓严邪为他严族崛起的希望。楚风与我严邪交手，可别大意，否则下一次你就不会这么好运了。严邪没有继续进攻，而是甩动了几下手中的长枪，淡淡的笑了。从一开始交手他就被楚风压制，现在终于扳回一城，这让他感到很是满足。这一刻楚风也笑了，他明明可以立刻封住那流淌的血，可是他没有这么做，反而是放纵他们去流淌。楚风是有意的，他是在用流血来提醒自己，这就是与人交手大意的后果。之前楚风遇到的对手就算是被誉为天才，但实际上与楚风相比也是平庸之辈，经常遇到那样的对手，反倒使楚风变得松懈开来，让他的自信爆棚，觉得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而刚刚严邪给他上了一课，让他知道掉以轻心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忽然楚风掌心一翻，将手中的封魔大剑收了起来，掌心再翻，无尽之刃便出现在了手中。楚风认真了，他从现在开始将使尽全力，不留给严邪一丝机会。虽然严邪手中的火红长枪是一把半成地兵，但楚风能看得出来，那其实也是一把仿造版的半成地兵，与他手中的无尽之刃是同一级别，所以在兵器之上，楚风并没有劣势。从现在开始，他二人究竟谁强谁弱，靠的完全是自身的本事。严邪，你准备好了吗？楚风问道。看来你是要动真格的了，来吧，我要的就是你这种态度。严邪的嘴角掀起了挑衅的弧度。忽然间，楚风大吼一声，一声怒吼之后，楚风整个人的气息都变得完全不同，他眼中的目光在雷霆的涌动下变得越发凌厉，一层层难以形容的气息自他体内散发而出，席卷开来。顷刻间，天昏地暗，乌云滚滚，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周遭的一切都被楚风的气息所改变了。这种变化不是他控制的，而是一切自然的反应。这更像是他们感受到了楚风气息之恐怖而恐惧了。这个家伙看到这样的楚风，严邪的也是内心一颤，莫名的不安起来。在这一刻，他竟感受到了压力，由内而外，从内心到身体，甚至于灵魂都感受到的压力，前所未有的压力，前所未有的恐惧。这一刻，他竟有些后悔了。他后悔刚刚那样的一击，后悔激怒了楚风。恐惧、胆怯、害怕，他严邪竟然也会有这样的情绪。可是现在，他就有了这样的情绪，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不是错觉。我严邪怎会被同辈吓到？但是很快的，严邪便摇了摇头，调整了一下心态。自认为同辈无敌的他，不甘心被楚风吓到，所以他手提长枪，率先进攻，再度向楚风刺了过去。严邪果然很强，那火红长枪在他手中不再是一杆枪，而是一条龙，一条火龙。不是一条，而是数条。此时此刻，就如同有着无数条火龙张着的血盆大口，喷着炙热火焰，想要将楚风撕咬开来，来得正好。而楚风似乎就在等待这一刻，手中的无尽之刃微微一颤，顿时霸气四射，散发出君临天下之势，威势强，威力更强，每一刀斩击都蕴含毁灭性的威力，刚中之刚，霸道非常。在道道光刃之下，楚风便将严邪的所有攻势全都挡了回去。挡下严邪的长枪攻势之后，楚风却没有因此停手，而是越战越勇。手中的无尽之刃不仅是一把刀，更像是一把剑，是一把斧，是一条鞭，简直无坚不摧，无所不能。而在楚风那无懈可击的攻势之下，任凭严邪再不甘心，却也只能转攻为守，用自己手中的火龙长枪尽力的抵挡楚风的攻势。但哪怕如此，他依然被楚风逼得连连倒退。一时之间，所有人都看出来了，这场手握半成地兵的强对决是严邪不敌楚风，陷入了劣势。这楚风竟这么强！见到这一幕，先前还得意的严族老三、老五以及老九脸色顿时就变了，因为他们全都看得出来，严邪不是在故意装弱，相反他的实力已经很强，强出同等修为者不知多少倍。
可眼下之所以还会如此，那只因一点，这个来自青木山的弟子楚风比严邪还要强。旁人都看出来了，严邪自然更是清楚。可是他不甘心如此，不甘心被楚风压制，在他看来，这是非常丢人的事情，在炎族之人面前丢人，他万万不能。所以严邪在努力观察，寻找楚风的破绽，从而发动反击。然而就在严邪寻找楚风破绽之时，自己却露出破绽。楚风抓住机会，手中的无尽之刃以光一般的速度掠向了严邪。此刀落下，严邪的胸前顿时出现了3道皮开肉绽、触目惊心的伤口，一道3斩，未取首级。楚风要做的不是杀严邪，而是一个提醒，这是要让严邪知道，他楚风若认真，严邪还不是对手。此刻炎族之人目若呆鸡，尤其是炎族老3、老5、老9这3位，眼下更是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都是明眼之人，已经看出了刚才发生的究竟是什么情况。这情况与先前严邪对楚风手臂的那长枪一穿还不一样。严邪的那一击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但是楚风却凭借敏锐的身手躲过了心窝，只是擦伤了手臂而已。攻的也漂亮，但躲的也漂亮，所以那一击不是严邪留手，而是楚风凭借自己的身手躲过了一劫。虽说严邪并未下杀手，而是瞄准的心窝，但实际上就算是他瞄准的丹田，楚风也依旧能够躲过去。但是现在楚风这一刀则是截然不同，楚风这刀斩击更是漂亮，一刀3斩。顾名思义，楚风明明落下一刀，但却砍出了3道斩击。这3道斩击严邪没能躲开，楚风全部砍在了严邪的胸前，砍得非常之准，但却点到为止。但是楚风留手了。先不说这3道斩击的深浅，楚风若是瞄准的是严邪的丹田，若是想置严邪于死地的话，此刻的严邪怕是已死了，而且是4分5裂的那种死。这就是两者本质的区别。虽然一番交手2人都有受伤，可实际上是楚风胜了。此刻严邪也愣住了，看着自己胸口那3道血淋淋的伤口，他似乎有些不太相信，不太敢相信这一事实。过了好一会，他才缓和过来，对说道：楚风，能否再战一次？你若想战，我楚风奉陪。楚风回道：多谢。严邪冲着楚风抱了抱拳，随后便身形暴退，手提长枪来到了距离楚风数千米的地方。忽然间一声巨响传来，严邪的身体竟散发出磅礴的火焰，那火焰旋风一般席卷开来，非常骇人。可是这却并非先前严邪所施展的地境火海诀，虽同是火焰，但严邪此刻所施展的火焰却比先前的强大数倍，二者简直不可相提并论。那仿佛不是火焰，而是数只拥有生命的火焰巨兽，奔腾嘶吼，威慑八方。这武技好强！看着天际之上那因严邪而肆虐燃烧的火焰，那奔腾嘶吼的火焰巨兽，独孤星风也是忍不住发出赞叹。这武技也是地境，但却绝非寻常的境武技。这样的武技非常难以修炼，施展起来也颇为麻烦。但是严邪不仅修炼成功，更是一念之间便施展开来，此等能力必须认可。炎族长不知这武技叫什么名字？界师联盟掌教也看出这武技的不简单，好奇地问道：诸位想必也都听说过，当初我炎族的炎帝大人一怒之下焚烧万里，将大海化作火海，留下了如今的炼狱火海。而他使用的武技是我炎族不外传的禁火海诀，但其实不然。炎帝大人他当初所施展的武技，并非的禁火海诀，而是我炎族最强的武技地境焚天诀。这的禁焚天诀威力极强，虽名为地境，但它的威力实际上堪比天境，距离天经不过是1线之隔。只不过这的禁焚天诀非常难以修炼，历代以来我炎族之中能够修成这武技的人都是少之又少。不怕你们笑话，哪怕是我，至今为止也未能完全的掌握这武技，但是严邪他已经掌握，并且可以说是完全的掌握。炎族族长说道。炎族族长此话一出，独孤星风等人都是心中一惊，他们听得出来，这评价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一点吓唬人的成分，因为他们能看得出来，严邪所施展的武技的确很强，而越是强大的武技，就越是难以修炼。修武讲资质，但修炼武技更讲资质。虽然他们贵为半地巅峰，但也不是说他们无所不能，的确有很多难以修炼的武技是他们也修炼不会的。他们年轻的时候修炼不了，现在依旧修炼不了，这是天赋，与生俱来，无法改变。就在这时，严邪忽然举起手中的火龙长枪，刹那间那4下翻腾，连虚空都被焚烧得快要融化的火焰巨兽们便纷纷化作火柱，向那火龙长枪奔腾而去。那画面极为壮观，那声势极为浩荡。这一刻，那方虚空早就随着火焰的奔腾剧烈的抖动起来，天昏地暗，可那火焰却光芒万丈。终于所有的火焰都融入了那火龙长枪之中，那火龙长枪早已彻底化成了一杆火枪，但那火绝非普通的火，乃是火中之王，火中之帝，火中之霸主。而那枪也绝非是普通的枪，在那火焰的融入下，那枪的力量发生了质的蜕变，火焰停止了奔腾，可虚空仍在震颤。这震颤只因为严邪手中的那杆火龙长枪。事实上，不止虚空被其影响的不断震颤，那长枪自己也在震颤着，哪怕严邪紧紧地握着，却也无法控制这种颤动。这种情况让楚风的目光变得凝重，他知道那震颤的由来是那火龙长枪内的力量太恐怖了，恐怖的快要失控，快要爆发，就像暴怒的野兽。他想做的乃是厮杀楚风。我这武界叫做的禁焚天诀，虽为地境，
但却绝非寻常的地境。而这武技与我手中的火龙帝王枪融合后，就已是无限的接近天境之威。这两者合二为一，叫做火龙焚天刺。火龙焚天刺共有8次，一次强过一次，而这8次我皆已修成，等下我就要一一施展。但我不想置你于死地，所以你若是支撑不住，请说出来，我好收手。严邪此刻显得很是平静，但那平静的目光中却潜藏着浓郁的自信。他之所以平静，正是因为自信。自信这一次他必然取胜，要真正的扳回一城，同时也让他与楚风的切磋画上句号。而对于严邪的问题，楚风没有立刻回答，反而是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对于楚风这样的反应，炎族之人的嘴角再度掀起了微笑。尽管他们没有说什么，但是他们心里却觉得楚风是怕了。可就在他们觉得楚风是怕了的时候，楚风却忽然开口了：“放马过来吧。”楚风，他竟然应下了。他还准备与严邪打。听得此话，炎族之人为之一愣，他们不知道楚风是真的无畏，还是不知死活。严邪已经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手段有多强，并且已经展露出来了，可楚风还要应战，这也太大胆了一些。第一次，而见楚风应下之后，严邪也不怠慢，手中的火龙枪对准楚风，猛然一刺，只听的一声，顿时一条火龙便自枪中飞掠而出，急速变大，气势凶猛。这火龙非比火龙，栩栩如生不说，那股压迫力连楚风的心跳都是不由为之加快。这种威慑力是难以抵抗的，而这种难以抵抗的威慑力也是侧面的表明了这武技的威力。不过对于这一切，楚风早有预料。当严邪还未出手之时，楚风的体内就已在蓄势，而现在正是发招之时。忽然之间，楚风的双眼寒芒一闪，在那雷霆之中竟涌现出了暗红之色。与此同时，一股极为凌厉的气息也是自其眼中浮现而出，紧随其后，只听砰的一声闷响，自楚风的体内便爆射出一道道血红色的气体。那气体很是诡异，形态似利刃，却又似游蛇，不仅密密麻麻数不胜数，更是发出鬼哭狼嚎，极为瘆人的声音，就宛如他们是来自地狱的小鬼一般。最主要的是，当那血红色的气体出现之际，顿时天的变色，那方天地都化作血红，宛如一道血红色的明日坐落在了楚风的身上。围绕着楚风，他们不仅蕴含着恐怖的力量，且速度更是快到惊人，只是眨眼的功夫便覆盖那片天地的各个角落，遮天蔽日，封锁一切。这气息怎会如此阴暗，简直似是来自地狱的气息一般。这是什么武技？见到这一幕，炎族族长也是吃了一惊，他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这样的气息，哪怕是他一位堂堂半地巅峰，此刻也是感觉有些不寒而栗。如果说严邪的火龙焚天刺是阳，那楚风此刻所施展的武技就是阴。尽管都很强，但是给人的感觉却全然不同。显然楚风所施展的更具有威慑力，让人发自内心的感到惧怕，感到畏惧。而就在这时，那严邪的所刺出的火龙已是来到楚风近前，距离楚风不足100米。第一斩。可是眼见着楚风将要被击中之际，楚风却猛然暴喝一声，此话一出，宛如幻军之令。那诡异而恐怖的气体在一阵鬼哭狼嚎之间，便夹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向那条迎面来的火龙汇集而去。最终只见的一道血光闪过，一道血红色的斩击便以交叉的形成落在了那火龙的身上，刹那间轰鸣四起，火浪纷飞。严邪所发出的火龙硬生生的被针切开来，龙身粉碎，化作滔天的火浪奔涌开来。但是哪怕如此，楚风也没有任何喜悦，因为严邪的这火龙焚天刺果然不容小觑。哪怕楚风这的进苍冥斩的第一斩，也只能与严邪的那第一次双双抵消，却占不到多大的优势。这是什么武技，竟能与火龙焚天刺抗衡，而且还如此相像？虽然楚风没有因为这样的战果而感到惊喜，但是炎族之人可就震惊无比，纷纷不安了。在他们看来，尽焚天诀可谓是他炎族最强的武技，而的尽焚天诀结合火龙长枪所施展的火龙焚天刺，更可谓是他炎族如今最强的手段。可就是这样的手段，却被楚风用武技给挡了下来，这叫他们怎么能不震惊？第二斩。然而炎族之人震惊之际，楚风却又是再度暴喝一声，与此同时，又有一道血红色的斩击浮现而出，他竟转手为攻，主动向严邪发动了攻击。在那血红色的斩击逼迫之际，莫说是他所过之处，就连他前方的虚空也是如同碎裂的镜面一般，开始纷纷破碎瓦解。如果说先前楚风的地境苍冥斩之第一斩只是崭露头角，小试身手的话，那么现在的第二斩已是将他的威势彻底展露而出，让所有人都知道楚风的武技究竟有多恐怖。如果说严邪那火龙焚天刺是接近天境武技的手段，那楚风的地境苍冥斩又何尝不是？第二次，严邪手中长枪提起，果断发出了第二次。此招一出，第二条火龙也是飞掠而出，无论声势还是威势，果然都比第一条要强得多。一声轰鸣之下，楚风的第二斩与严邪的第二次交织在一处，如同第一轮一样，皆是难解难分。第三次，严邪不甘示弱，在挡下楚风的斩击后，他如同楚风一样，直接发出了第三条火龙。第三斩、第四斩、第五斩、第六斩、第七斩，而楚风更是凶残，竟然连续发出斩击，直接将第七道斩击给劈了出来，并且一道比一道凶猛，连续5道一同出击之下，当真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第4次、第5次、第6次、第7次、第8次，严邪果然也是一个狠人。见楚风连续发出斩击，他也是连续发动攻势，一口气将火龙焚天刺的最后几招全部发了出去。6次对5斩，发出了5道刺耳的轰鸣，
掀起了武道狂暴的涟漪。可是那最强也是最凶猛的第八刺，却是完好无损，携带最强威势向楚风呲了过来。不，那不是呲了过来，而是飞了过来，因为那是一条火龙，巨大无比，火焰升腾的火龙，欲将楚风活活炼化，练得形神俱灭。第八斩。而面对炎邪的最强一击，楚风依然没有犹豫，竭尽全力施展出了地境苍冥斩的第八斩。又是一声滔天巨响，楚风的第八斩与炎邪的第八刺交织在了一处，而那汹涌的涟漪更是将二人吞噬开来，封锁了整片虚空。滔天的火焰巨浪，一击血红色的诡异气体在天空肆虐着，咆哮着，甚是壮观，甚是骇人。过了足足片刻之后，那涟漪才开始减退，而楚风与炎邪的身影也是再度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只不过当楚风与炎邪的身影再度浮现之际，人们却惊愕地发现，他们二人虽然皆未受伤，但却都是满头大汗。显然先前的激烈对决对于二人来说都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这武技虽强，但对武力的消耗也是极大的。这也就是楚风与炎邪皆是天纵奇才，换作常人根本抵挡不住这种武技的反噬之力。莫说施展不出这样的武技，就算施展出来了，怕也要昏死过去，怎么可能还站在那里？这也再度侧面的展现了楚风与炎邪的强大，异于常人的强大。那楚风的武技竟然真的与火龙焚天刺不相上下，炎族之人还都以为这最后一击会分出胜负。毕竟那火龙焚天刺的第八刺是最强的手段，是被誉为堪比天境武技的手段。可是那把是火龙焚天刺的最强一击，却也未能伤到楚风，只是打平而已。这真的是让炎族之人心绪复杂，难以平静。难道说今日这两位绝顶天才真的要以平手告终？这楚风真的拥有不输于炎邪的实力，是能与炎邪相提并论，甚至打成平手的存在。种种猜测，种种惊叹，在炎族之人心中响彻着。而这对于他们来说，这似乎不是什么好消息。毕竟炎邪是他们的希望，承载着他们复苏炎族的梦想，而忽然冒出一个不弱于炎邪的存在，这也就是在告诉他们，炎邪多出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非常强劲而又可怕的对手。然而就在炎族之人都以为这场交锋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楚风的双掌却是猛然合并，与此同时，一层又一层血红色的气焰以及那鬼哭狼嚎的恐怖声音一同自他体内溢出。这怎么可能？楚风的举动顿时让炎族之人皆是面容大变，极其不安。就连堂堂炎族族长也是如此，因为他们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炎邪的最强杀招显然结束了，但是楚风的似乎还没有，这对于他们来说可绝对不是好消息，这是天大的坏消息。楚风则不管炎族之人是何脸色，而是抬起那合并的手掌，面向炎邪开口说道：苍冥第九斩，得境苍冥斩，共有9斩，一斩强过一斩。第9斩最难修炼，也最难施展，这是楚风掌握的境苍冥斩以来第一次施展着苍冥第9斩。而这第9斩的威力连他也不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第9斩的威力绝对超乎所有的境武技，是地境之最。所以这一击若是斩出，很可能会让炎邪毙命。但是箭在弦上，楚风不会收手，他必须继续出手，并且这第9斩与炎邪分出个胜负。第9斩，楚风还是出手了。他话音一落，那片虚空都是变得血红，如冤魂哀嚎，如猛兽咆哮的声音在这方天地各处响起。莫说那正与楚风交战的炎邪，几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那压迫感，极具侵略性的压迫感。哪怕独孤星风等人拥有抵挡这压迫的实力，可却也要叹服这压迫的强悍性。这真的只是一品半地发出的攻势，这样的威力，莫说是一品半地，就算是寻常的5品半地，怕也无法抵挡。忽然间，两道血红色的半月形斩击凭空而现，以交叉的形态，以霸道的攻势对着炎邪便劈了过去。这道斩击的威力比之先前的8道斩击加在一起还要恐怖得多，简直已经超越了的劲武技的范围。见到这一幕，早就准备好的炎族族长便要出手阻挡，他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炎邪被楚风给杀死。不必出手，炎邪还应付得来。可还不待炎族族长出手，一道传音便映入他的耳中，那个声音竟是炎族老祖的。果不其然，就在炎族老祖此话落下之际，炎邪面对楚风的最强斩击，眼中没有惧怕，反而闪过一抹凌厉。随后只见其意念一动，顿时狂发乱舞，只听得一声巨响，一层紫色的火焰便自其体内奔涌而出，化作一层防御罩，围绕着他急速旋转起来。而就在这时，楚风的第9斩已是轰然而至，在一声滔天巨响之下，便与那层紫色火焰一同爆发开来。刹那间，这方天地再度被那血红色的气焰以及那紫色的气焰所淹没。若不是界师联盟盟主早就布置了结界，这山脉他定要被这涟漪所摧毁。终于涟漪开始减退，楚风与炎邪的身影再度浮现。只不过看到此刻的炎邪之后，莫说是楚风，几乎在场之人除了炎族老祖之外，每个人都是大吃一惊。此刻的炎邪浑身上下都缠绕着紫色的火焰，他俨然依旧化作了一个火人，因为那火焰不是在他体内萦绕而出，而是他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化作了火焰。那火焰就是他，他就是火焰。紫色的火焰散发着与众不同的气息，那不是焚烧的炙热，而是一种阴暗之气。甚至那火焰升腾的模样也是与其他的不同，就仿佛是无数只紫色的利爪在撕扯着什么，让人感觉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但最重要的是，此刻炎邪的气息已不是再是1品半地，而是2品半地，就连战力也是再度提升。忽然间，天际传来一声雷鸣，雷鸣之后，天际之上的乌云
竟化作了紫色的火云，而自那火云之中不断闪动着紫色的雷电，恐怖异常。这是股气息，是怎么回事？炎邪哥哥，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模样？见到这一幕，颜如被惊呆了。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你炎邪这个样子。事实上，在场之人除了炎族老祖之外，都是第一次看到炎邪这个样子。原来你是天赐神体。楚风看穿了，炎邪此刻动用的力量乃是天赐神力，这紫色的火焰是属于他的天赐神力。什么？炎邪竟是天赐神体？我怎么从来没听他说起过？而此刻，炎族之人的炎族老三、老五、老九，包括炎雷、炎如，甚至炎族族长，也是发出难以置信的惊叹。原来他们都不知道炎邪实际上是天赐神体，之前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2个人，那便是炎族老祖与炎邪。不过现在在场之人都知道了。我说炎邪有成为帝王的潜质，可绝不只是因为他的天赋过人，而这才是炎邪真正的实力。炎族老祖颇为得意地说道，炎邪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所以他对炎邪有着足够的自信。但是他也没有想到楚风能够把炎邪逼到这种地步，2品半帝，但真正的战力却是5品半帝。楚风还能应付吗？界师联盟掌教以及苗人龙甚至红强都开始担心起来，看来是我失算了，我低估了炎邪。而独孤星风又何尝不担心？在他看来，这场切磋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料。如果说楚风与炎邪是同等修为，那么以楚风的手段与炎邪交手定然能赢。不过可惜2人并非同等修为，那这样一来就不得不做好接受失败的准备。毕竟楚风已经把最后的底牌都用掉了，将我逼到这种地步的，你还是第一个。炎邪开口说道，你果然很强。楚风也开口夸赞，他是发自内心的。楚风来到5之圣土后，见到过很多位天赐神体，甚至还都交过手，但是如炎邪这般带给他如此压迫感的还是第一位。炎邪是目前为止楚风所遇到对天赐神力掌控最为强的人。不，我还没有你强。尽管我的天赐神力能助我提升1品修为，同时也让我的战力提升，可是比起你那能够连续提升2品修为的雷霆，我这天赐神力也是显得逊色了不少。楚风，强的人是你，若是你我都是1品半帝，我绝对不可能是你的对手。而以你的天赋，我相信你早晚会追上我，所以输的人是我。今日是我炎邪输了。炎邪说话之间竟化解了身上的紫色火焰，收回了自己的天赐神力。他竟然认输了，当着众人的面向楚风认输了。不，我没有赢，而是平手。第一次交手是我赢了，但这一次却是你赢了，两者抵消，乃是平手。楚风说道。他施展出苍冥第9斩，已是消耗极大。他相信炎邪的消耗也是极大，但是炎邪却有天赐神力，不仅补充了他的力量，更是提升了他的战力。哪怕楚风战力逆天，拥有逆战3品的战力，可是炎邪的战力却不输于他。1品半帝的楚风面对2品半帝，并且战力再度增强的炎邪，的确没有胜算。所以不管他是否情愿，却也必须承认，这第2回合的交手是他输了。因为就算炎邪不收手，而是继续与他交战的话，楚风也很难与炎邪抗衡。最好的结果也只是2败俱伤而已。也好，今日就算是平手，不过楚风，我不会气馁的，我会继续努力，让我的天赐神力发挥到更强，强到能与你的雷霆一样，可以提升2品修为。那个时候，你我再战，一较高下，分出胜负。炎邪说道。好，我也会尽快追上你，在你同等修为下，再与你交手。此刻的楚风脸上挂着期待的笑容，难得遇到这样强劲的对手，他真的是热血沸腾。此战结束，楚风与炎邪纷纷飞落而下，回到了山谷之中。炎邪弟弟，没想到你隐藏的这么深，居然是天赐神体。炎族老3、老5、老9以及炎雷都迎向了炎邪。在他们心中，炎邪本就很强，炎邪的潜力简直不可估量。但是当知道炎邪不仅有逆天的天赋，竟然还是天赐神体后，他们对炎邪的敬畏显然再度提升。楚风，想不到你这么厉害，我太崇拜你了。你刚刚与炎邪哥哥的战斗，简直就不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能做到的事情啊！你们2个简直就是变态！不，你们2个简直就不是人。然而颜如却跑到了楚风这边，一双小手紧紧地抓住楚风的衣角不放，一双大眼睛闪烁着崇拜的目光。这个丫头虽然早过了少女的年龄，但却很是天真无邪。她并不崇尚家族利益，所以做事很是随性。新风和楚风留下，其余的人都走吧。炎族老祖忽然发话了。听得此话，众人互看一眼之后，尽管有万分不舍，却也纷纷离去，就连炎邪也不例外。转眼间，这山谷之中便只剩下了楚风、独孤星风以及炎族老祖3人。楚风，不知你出自哪座家族？炎族老祖对楚风问道。回前辈，楚风不知亲生父母是谁，是由义父抚养长大的。不过年少的我得罪了人，使得家族遭到屠杀，义父已经不在了。提及此事，楚风有些伤感，这是他永远的痛。原来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不过我想你的亲生父母一定不是寻常人。炎族老祖淡淡的笑道。尽管他从一开始见到楚风，对楚风就不错，但是此刻他对楚风的态度明显变得更加和蔼了几分。而这样的态度是楚风争来的，用他的实力争来的。新风能得到楚风这样的弟子，是你青木山之幸。说吧，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炎族老祖问道。前辈，是这样的，独孤星风并未隐瞒，将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但其实他知道的也不多，他只知道楚风要救人，但却不知道要救的人是谁。不过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要到咒土门救人。楚风，你要救的人叫什么名字？听过独孤星风的讲述后，炎族老祖对楚风问道。回前辈，
晚辈的朋友叫做淡台雪，与晚辈一样是小辈。楚风回道：他做了什么事，才被咒土门抓到？炎族老祖问道。偷了咒土门掌教丧坤的物品。楚风说道。丧坤，那的确是一个丧心病狂的东西。你的朋友胆敢偷丧坤的东西，又被丧坤抓到，现在应该活不成了。炎族老祖说道。他的言外之意就是楚风无需去救，因为楚风的朋友应该早已死了。那物品对丧坤来说很重要，而他只是抓到我朋友，却没有找到那物品，所以暂时还不会杀我朋友。不过相信丧坤会用尽一切手段去对我朋友逼供，我不确定我朋友能否坚持下去，我也不确定丧坤逼供无效后是否还会留我朋友之性命。楚风说道。看来你是非救你那朋友不可。炎族老祖听出了楚风的决心，晚辈绝对不会见死不救，就算他死了，我也要帮他收尸，要帮他报仇。楚风坚定地说道。勇气可嘉，不过咒土门可不是寻常的地方，那毕竟是9世之一。老实说，我现在的炎族不是咒土门的对手，我若出手，只要败露，倒霉的不仅是我，还有我整个炎族。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我不便出手。不过我也不想对你见死不救，因为你是难得的好苗子。这样吧，楚风，我就给你一次机会，你帮我做一件事，而我到底帮不帮你，就取决于你这件事做得好还是不好。炎族老祖说道。不知前辈需要楚风做什么事？楚风问道。炎族老祖说话之间，拿出一个木盒，那盒子向地上一扔，顿时符咒闪烁，自盒子之中冲出一道金光，那金光旋转，竟化作一道结界门，进入其中，把手放在那椭圆形的石头上，做你能做的，出来的时候我再告诉你，我究竟帮不帮你。炎族老祖指着那结界门说道。晚辈明白了。而楚风也不怠慢，甚至没有一丝的犹豫，径直的便走入了那结界门。穿过那结界门，楚风进入了一个结界空间。这结界空间很特别，不是很大，真的不是很大，连一座大殿的面积都没有，不过几十平米的空间而已，绝对不超过60平米。但这座很小的结界空间内是一座结界阵法，这阵法之强横，乃是龙纹级黄袍界灵师的杰作。不过这阵法所有的能量都汇集到了一处，那便是这阵法的阵眼，而那阵眼就是炎族老祖要楚风去触摸的东西，一块长3寸、宽2寸、椭圆形的石头。这石头表面看没什么特别，就像一个江边一个略大的鹅卵石一样。不过楚风却看得出来，这石头可不简单。抛开这阵法不谈，这石头本身也是一件至宝，并且在这块石头上横向刻画着从1到18个数字，不知何意。楚风也不知道炎族老祖之前那句做你能做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楚风知道，他想要让炎族老祖帮他的忙，就必须做炎族老祖让做的。于是楚风走到那石头近前，右手摊开便放了上去。然而楚风的手掌刚刚接触到那石头，顿时眼前一花，周遭的一切都旋转起来。转眼间他已不在那结界空间，而是进入了另一个天地。楚风身处茫茫大草原，一望无边，尽是绿色，仿佛身处绿色的海洋，而头顶乃是蔚蓝的天空，以及如同巨大棉花糖一般的朵朵白云。美！楚风仿佛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美的蓝天，这么美的白云，一切是这样的原始而自然。可忽然间，远处传来一阵怪叫，那声音很是刺耳，很是震撼，也很是瘆人，似是群狼咆哮，似是群虎怒吼，但却比那都要吓人的多。那是一群非常强大而恐怖的存在所发出的声音。忽然，楚风脚下的茫茫草原燃烧起来，化作了茫茫火海，头上的蔚蓝天空也是一片灰暗。转眼间，这美丽的世界便如同地狱一般，阴森而恐怖。而最重要的是，那群不明身份的强大存在正在靠近，向楚风袭来。糟了，这是什么情况？这一刻，楚风脸色大变，他不是被这景色的变化吓到了，也不是被那强大存在吓到了，他是被自己吓到了。此刻的明明可以四处张望，可是自己的双脚却不听使唤，就如同与这大地紧紧相连了一般，根本就动不了。此刻的他，除了头还可以左右张望之外，浑身上下宛如石化了一般，已经不受自己所控，一动都别想动。周遭的火焰越来越凶猛，阵阵火浪已经开始扑向楚风，就仿佛那不是火焰，而是嗜血的猛兽，要将楚风吞噬一般。而最无奈的是，楚风不但没办法闪躲，还没办法抵抗，他的丹田被锁死了，武力和精神力都用不了，就像是年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人宰割。而他能做的，就是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对他宰割。幸亏这火只是寻常之火，莫说伤到楚风，连楚风的衣服都烧不毁。不过楚风的心却越发不安起来，让他不安的不是这火，而是那不知何物的存在们，距离他越来越近了。因为那刺耳的咆哮声已经越来越响了，火势越来越大，已经火浪滔天，遮天蔽日。而楚风就在这火海之中，虽然这火伤不到他，但是这种感觉依然很是不好。好在火焰燃烧到极致之时，便开始衰减，终于火焰没了，而那本是绿茫茫的草地也没了。此刻大地的景象倒是与那灰暗的天空很是贴切，黑烟滚滚，一片荒凉。不过此刻的楚风却更加无奈了，甚至他感觉隐隐的蛋疼，因为当那阻挡视线的火焰消失之后，楚风发现他的周围已是出现了一些可怕的存在，有高达3米的人，身穿铠甲，手握长矛，看不到面孔，看不清容貌，除了那健硕的体型，便唯有一双幽绿色的眼睛，杀气腾腾。有高达100米的巨兽，说不清它是什么，因为它有几十只眼睛，几十只爪子，几十条尾巴，说是章鱼，但却又是陆地上的生物。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很是恶心，浑身上下都是粘液，那粘液还在向下滴落，甚至落在了楚风的头上、肩上。但这不算奇怪，最奇怪的是，
还有长着一双蝙蝠的蜈蚣。这蜈蚣长达99米，盘旋在天上，像是一只蛟龙，但它不是蛟龙，它是一条蜈蚣，因为它那每一只爪子都如同死神镰刀，闪烁着寒冷的光芒。而除了这3位外，还有15位长相怪异却气息强大的存在，总共18位，一位比一位强悍。楚风无法感应他们是何境界，但却能感受到他们的压迫感。那压迫感是前所未有的，恐怕最弱的也都是5帝级别的存在，随便站出来一位都是无可匹敌。莫说一个动都没法动的楚风，就算炎族的老祖，就算界师联盟的左天尊，也不是他的对手。我擦，我这是来到了什么地方？这是地狱不成？楚风忍不住咒骂一声，因为眼下这18位可怕的怪物都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自己，那个模样可不仅仅像是18个饥肠辘辘的家伙看着可口的美食，而更像是18个心怀深仇大恨的家伙终于找到了他们的仇人。单看他们那一个个凶恶的目光，楚风就知道他们可不只是要吃掉自己，显然是要折磨自己啊！忽然，其中一位动了，是那位手握长矛的铠甲人。他提着手中的长矛，携带着腾腾杀气，对着楚风的丹田便刺了过来。这一次，不得不说，真是凶狠。他这是要废掉楚风的修为。该死！眼见对方来袭，楚风却动都动不了，无法动用武力，无法施展结界，能做的只有等死。难道说我楚风要死在这里？楚风很不甘心，他觉得自己好像上当了，上了炎族老祖的当，落入了一个极为可怕的陷阱。这个陷阱里的存在根本就不是人，也不是简单的妖兽，一个个的都是恶魔，可怕的恶魔。可是仔细想想又不对，这18位可怕的存在，哪一个不比炎族老祖强大？炎族老祖怎么可能控制他们，为他做事？一时之间，楚风也迷糊了，他想不通，但也懒得想，因为他眼下面对的可是被人活活捅死。然而，就在楚风觉得自己必死无疑之际，他体内的血液忽然开始沸腾，随后只见一道耀眼的光芒闪过，楚风的体内便爆射出9道雷霆。那9道雷霆自楚风体内掠出之后，正好击中了那手握长矛的铠甲人。而那铠甲人被击中的一刹那，顿时神威不在，被劈得粉身碎骨，化作了飞灰。原来那是9色神类，楚风的传承血脉离开了楚风的身体，击中了那项对楚风不利的铠甲人。9色神类离开楚风的身体后，便掠入了高空，进入了云端。刹那间，那灰暗的天空不再灰暗，无论是云朵还是苍天，都变得色彩缤纷，绚丽无比。但与此同时，那种压迫感却比先前强大了数倍，简直不可相提并论。很快的，9种颜色的雷霆开始在天上闪烁，连绵数万里，无边无际，仿佛整个世界的天空都被他们所占据。这种情况下，那剩下的17只怪兽竟露出了惊恐之容，他们不敢再对楚风示威，更不敢对楚风发动进攻，而是呆滞地望着天空，就如同17只看到受到了惊吓的兔子，看着天上的威慑，站在原地，被吓得瑟瑟发抖。忽然，天上传来一阵怒吼，响彻万里，震慑心扉。那声音太可怕了，简直比龙吼还要凶猛，能直刺人的灵魂，把人的灵魂粉碎。而当那怒吼响起之际，本是雷光闪烁的天空之上，忽然光芒大盛，就浮现出了9只雷霆巨兽的身影。9只雷霆巨兽个个巨大无比，蕴含无上神威，他们距离楚风很远，仿佛在9天之上，可是他们的威势却近在咫尺，镇压着这个世界的一切。看到那9只雷霆巨兽围绕着楚风的17只怪物，就如同见到了猛虎的小老鼠，不敢再在此地逗留，夹着尾巴便开始向四面逃窜，狼狈不堪。然而就在这时，天际之上开始落下无数道雷电，那雷电粗壮无比，并且到处都是，劈落而下，宛如天罚。所过之处，虚空被粉碎；所落之处，大地被撕裂，简直是无坚不摧，无所不能。这是真正的毁天灭地。而最为惊人的是，这样的雷电简直数不胜数，既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原来整个世界都已经被这9色雷电所覆盖。于是乎，那17只怪物连惨叫都没有发出，便被那雷电轰得粉碎，形神俱灭，死的不能再死，连个渣都不剩。而这方大地更是狂风大作，浓烟滚滚，翻江倒海，天塌地陷。楚风视线内能看到的一切都在被瓦解、被摧毁、崩塌、碎裂，就如同这个世界是一面巨大的镜子，但眼下这镜子却被狠狠地摔碎。末日，这才是真正的末日。末日降临，万物俱毁，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毁灭，毁天灭地，寸草不生。忽然间，楚风周遭的一切都不见了，都被那9色雷霆给轰成了粉碎。而这一刻，那凶残的雷霆也不见了，在9天之上，那神威盖世的9只雷霆巨兽也全都不见了。楚风的四面八方是无尽的黑暗，仿佛他落入了一个无尽的深渊，惶恐不安，看不见生路。难道说我已经死了？这就是死亡的感觉。看着周遭的一切，楚风喃喃自语，感觉像是一个梦，可却又如此的真实。然而就在这时，楚风的前方出现了一缕刺眼的光线，并且那光线正在扩大，很快便如明日一般笼罩了楚风。终于，楚风周遭的黑暗都被那光芒取代，而楚风则是发现，此刻他还站在那结界空间之中，他的手还放在那块椭圆形的石头之上。原来刚刚的一切都是幻想，好逼真的幻想。楚风恍然大悟，原来他刚刚经历的一切都是假的，但是那也太逼真了，就连他都没有发现有何不对，并且摸一摸自己的脸，还全是冰冷的汗水。可是就在这时，一声碎裂的声音忽然自楚风的掌下传来，定目一看，楚风傻了，他按着的那块椭圆形石头竟然碎了，并且碎得很是彻底。
绝对没有再修复的可能。这怎么办？楚风有些懵了。他进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这块石头，就知道这块石头不简单，蕴含着远古的气息，应该是一件难得的至宝，堪称无价，甚至举世无双。否则炎族也不会用龙级黄袍界灵师的结界阵法来衬托这块石头。但是现在楚风竟然把这块石头给弄碎了，这可怎么办？还指望炎族老祖帮他？不发火已经算好的了吧？可是这样珍贵的石头，楚风也赔偿不起啊。无奈之下，楚风还是仔细的打量了一下这块石头。尽管知道希望很是渺茫，但他还是想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凭借他这高超的结界之术修复一下。哪怕不能全部修复好，但是修复好一部分也好啊，至少要尽力的弥补一下。与此同时，那结界空间之外，炎族老祖与独孤星风仍旧待在那里。前辈，你让楚风进去，究竟是做什么事？独孤星风好奇的问道。不用担心，没有危险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测试而已。炎族老祖说道。测试？是什么测试？独孤星风继续问道。潜力测试。炎族老祖说道。潜力测试。前辈，这种测试一般准确性都不是很高，尤其是到了楚风这种境界，测试结果都很不准确。独孤星风明白了独孤老祖的意思，他是想用这种测试来决定要不要帮助楚风。很简单，楚风的测试结果好，他就帮；如果测试结果不好，他就不帮。但是独孤星风身为青木山的掌教，他也知道很多类似的测试方法，甚至对这种测试方法很是了解。这样的测试一般都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器物来与测试者接触，然后凭借那器物内的特殊力量和感应力来评判测试者的修武潜质。而这样的测试管不管用？管用，但却也分时候，分的是测试者。刚刚修武的人用这种测试比较管用，因为他们的体内还没有武力，毕竟刚刚修武的人要先经过灵气、元力、玄力的淬炼，那个时候还没有武力在体内，而没有武力的干扰，测试的话准确性便比较高。但是只要踏入武军境，掌握了武力之后，那便很难测试了。就算测试的结果出来，往往也有着很大的偏差。独孤星风就是害怕炎族老祖对楚风的测试有偏差，所以才这样说。你放心，我这个测试方法比较特殊，是传自远古的测试方法，以远古测试石为根本，再以结界阵法辅助，测试结果非常准确。因为这不是简单的测试，而是将人引入幻象之中，在幻象内有18指凶物，会轮番向测试者发动攻击，而测试者无法反击，能够反击的是他体内的力量，传承血脉也好，天赐神力也好，或者是单纯的修武潜力也好，都会在这个时候形成实质性的力量，自测试者体内破体而出，与那18指凶物一一对抗，而击败的凶物越多，便证明他的潜力越强。炎族老祖说道。竟然还有这种测试方法？可是既然是在幻境之中，你又如何知道他究竟击败了多少只凶物？独孤星风问道。这就是那远古测试石的厉害之处，幻象因他生，幻象因他灭，一切的结果在测试石上都会有记载。炎族老祖说道。那不知炎邪可做过这个测试？独孤星风问道。当然做过，不然你以为我只是依照自己的猜测就判定炎邪是拥有成为一代帝王潜质的人吗？炎族老祖说道。不知前辈能否告知晚辈，炎邪的测试结果是怎样的？独孤星风好奇地问道。18只凶物，也就是18道阶梯。实不相瞒，我与炎帝大人都做过这个测试，我的测试结果是第10道阶梯。踏上这个阶梯的人，一般就可以成为武帝，不过资质有限，怕是这一生也只能在一品武帝的境界徘徊。事实也的确如此，我成为武帝已有3893年，但至今为止依旧还只是一品武帝，怕是这辈子都没希望踏入那2品武帝的境界了。炎族老祖发出了一声叹息，那测试的结果一出，就几乎确定了他此生的成就与高度。起初他也不太相信这个测试，所以他也一直在修炼，想要尝试着突破。可是这么多年下来，他一直未能突破。虽然他如今依旧没有放弃修炼，可他却也越发的相信那测试结果的准确性。不知炎帝大人与炎邪又是多少阶梯？独孤星风问道。炎帝大人是第14道阶梯，成为了一代巅峰人物，不过却未能成为那个时代的帝王。至于炎邪，乃是第16道阶梯。炎族老祖说道。第16道阶梯竟然比炎帝大人还要高，而且还是高出了2道阶梯。听得此话，独孤星风大吃一惊，神情变得很是凝重。如果说这远古测试时的准确性真的无懈可击的话，那这也就说明炎邪的潜力非常的强大，只要不出意外，早晚是要超越当年的炎帝的。等到了那个时候，炎族将重登5支圣土的巅峰，3府4族9世都将俯首称臣，而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是将要打破人类势力之格局的大事。之前炎族老祖说炎邪是有成为帝王潜质的人，独孤星风还觉得这是这样一说，没有真的觉得会有那么一天的到来。但是现在来看，他错了，怕是不久的将来5支圣土真的要重新出现一位帝王级的人物了。时隔万年，传说中的帝王将再现于世，不然我怎么说炎邪是有成为帝王潜质的人？炎族老祖颇为得意地说道。听得此话，独孤星风沉默了。他见识过了炎邪的实力，那等天赋的确骇人，但是他却没有想到炎邪的潜质会这么强。现在想一想，炎邪之前对楚风说的话，看来不是在说大话，而是真的有这个自信。也许有朝一日，甚至不久的将来，他真的就能用天赐神力来提升2重修为，那个时候他真的就与楚风不相上下了。就算楚风能够追上他的修为，他也是难以胜过他。楚风也是难得的好苗子，尤其是他那雷霆的力量很是强大，不管是天赐神力，还是传承血脉，或是禁忌玄功，不可否认的是他都是潜力极强之人，否则不可能运用到这种地步。所以
楚风的测试结果多半不会低于严邪，甚至还会过之，很有可能会踏入第17道阶梯。炎族老祖说道：“老祖，若是踏入第18道阶梯，那又会是什么级别的潜力？”独孤星风问道：“18道阶梯，第17道阶梯，目前都没人到踏入过。第18道阶梯那就被想了。”炎族老祖笑了笑，他的言外之意是在说，到达第18道阶梯那是几乎不可能的。虽然炎族老祖没有与那第18只交手，但是他却看到过那第18只凶兽有多可怕，那根本就是无法战胜的存在。不管多么强大的潜力，也不可能战胜那只凶兽。那只凶兽的实力简直已经超越了5帝，是全新的境界，是无法战胜的境界。就在这时，那结界大门蠕动了起来，一道身影也是从中走了出来，而此人正是楚风。楚风，怎么样？多少道阶梯？见到楚风出来，独孤星风赶忙上前问道：“什么阶梯？”楚风微微一愣，脸色不是很好，心事重重。怎么不理想吗？看楚风脸色不是很好看，独孤星风颇为担忧地问道：“前辈，抱歉，我可能让您失望了。这件事楚风没做好。”楚风惭愧地摇了摇头，随后便来到炎族老祖面前，满含歉意地鞠了一躬，说道：“前辈，抱歉，晚辈犯了错误，愿接受前辈的任何惩罚。”犯错？听得此话，炎族老祖也是一愣，他不由得看向了独孤星风，而独孤星风也是一脸的不知所措。就算楚风获得的成绩不好，可是这与犯错有什么关系？一个测试而已，怎么会犯错？楚风，你先等我一下。炎族老祖说话间便飘然起身，进入了那结界空间之中。见状，独孤星风也是紧随其后走了进去。然而，当炎族老祖进入那结界空间，看到那破碎的远古测试时候，却宛如石化了一般，顿时就愣在了那里。在他那苍老的脸上布满了吃惊之色。独孤星风跟随炎族老祖的目光，也是很快发现了那远古测试石。看到那碎裂的石头，他似乎终于明白楚风为什么说自己闯下大祸了。前辈，真是抱歉，我想楚风是误会了您的意思，所以才不小心把这块远古测试石给摧毁了。前辈，楚风年龄还小，有些时候做事可能是鲁莽了一点，但我相信他一定不是有意的。这样吧，前辈，我想办法再帮您弄一块远古测试石作为赔偿。独孤星风赶忙为楚风求情，因为他在炎族老祖的脸上看出了不妙。炎族老祖此刻的反应当真是不容乐观，他真的怕炎族老祖一怒之下对楚风如何。你弄不到的，这远古测试石，整个5之圣土，怕是只此一块。炎族老祖说道。什么？只此一块？听得此话，独孤星风的脸色也是变得很不好看。只此一块的东西，他去哪弄？就算有钱买不到啊。前辈，那您出一个价钱，晚辈一定为您赔偿。独孤星风还是想要赔偿，他总不能让楚风因此丧命，所以不惜一切代价，他都要赔偿。赔偿？赔偿什么？赔偿这远古测试石吗？忽然，炎族老祖转过身来，此刻他的脸色不再苍白，不再难看，反而挂满了笑容，挂满了兴奋，挂满了喜悦，挂满了激动，非常开心的笑容。这笑容让独孤星风很是不安，甚至紧张的心脏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来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他认识炎族老祖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样笑的，这笑的也太吓人了一些，这不是他的性格啊，这简直就不正常啊！难道说这块远古测试石真的这么重要，重要到炎族老祖都为他而疯癫了？前辈，有事好商量。独孤星风说道。看着这样的独孤星风，炎族老祖又笑了，他其实是有点哭笑不得，于是他以颇为怪异的语调问道：星风，你真的想赔偿我？前辈，您说您想要什么？晚辈一定尽量去搞来，赔偿于您。独孤星风坚定地点了点头。星风，若想赔偿也可以，你不如将楚风赔偿给我如何？忽然，炎族老祖一把抓住独孤星风，很是认真地说道：前辈，千万不要啊！楚风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就算他犯错，也不当杀他啊！独孤星风赶忙求饶，他还以为炎族老祖是要杀掉楚风。什么？杀他？我怎么会杀他？星风，你可知道你青木山市遇到了怎样的人才吗？炎族老祖再度紧紧地抓住独孤星风，将他带到了那远古测试石的近前，指着那碎裂的远古测试石说道：星风，你可知道这远古测试石有多坚固吗？当年炎帝大人巅峰时期曾用火龙焚天刺的第8次来攻击这远古测试石，可这远古测试石依然完好无损，连一块如尘埃大小的碎渣都没有掉。难道你觉得楚风他这8品武王的修为能够将这远古测试石弄成这样？啥？炎帝大人用最强的手段都没有伤这远古测试石分毫。听得此话，独孤星风一脸的难以置信，这块石头怎么可能这么坚固？要知道炎帝大人可是当年人族之中最强大的存在，那个时期除了青帝外，除了远古精灵的国王，几乎没人能够击败于他。你不信？不信你可以试试，就这块，别看它已经破损成了这个样子，但我保证你无法让它再次破损，你连一个米粒大小的石渣都捏不下来。炎族老祖在那碎石堆中挑选了一块鸡蛋大小的碎石，放在了独孤星风的手中。前辈，您是当真的？独孤星风仍感觉不可思议，不太敢出手。自然是当真的，你就放心的试试吧。炎族老祖催促道。独孤星风不再犹豫，手掌猛然握紧，一股磅礴的力量便在他的掌心凝聚，一时之间，莫说金色武力涌动，散发出耀眼微光，就连他的骨头都是握得滋滋作响，手关节的响声越来越大，就连他手掌以及手臂的血管与青筋都是纷纷爆起。由此可见，他用了多大的力气。可是，当独孤星风张开那手掌的时候，那块石头依然在他的掌心，分毫未破，完好无损。前辈，您说的是真的？
这远古测试时简直就是坚不可摧。独孤星风相信了，因为他先前那么一握，可没有留手，甚至还在暗中动用了武技。他这看似简单的一握，可是蕴含着极为恐怖之力道。他若是对准一座城池握紧，就能让一座城池破灭；对准一座山脉握紧，就能将一座山脉夷平。可是他把全部力量对着这块碎裂的小石头紧紧一握，却是无可奈何。由此可见，这石头是多么的坚硬。这么说来，这远古测试时根本就不是楚风弄坏的，这是一个误会，是他自己破损的。独孤星风仿佛明白了什么，不是楚风弄坏的。炎族老祖说道。听得此话，独孤星风彻底懵了。前辈，您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怎么有些听不懂了？独孤星风认真的问着，因为他真的被炎族老祖弄迷糊了。哈哈，星风，这么说吧，这远古传送时，你想用外力把它粉碎，几乎是不可能的，它就是坚不可摧。莫说是你，就算是青帝清玄天在世，怕是也不行。但是相传有一种方法能够将它摧毁。炎族老祖说道。什么方法？独孤星风追问起来，因为他真的很想知道，这么坚固的石头究竟怎么样才能将它粉碎。我与你说过，用这远古测试时进行测试，会进入幻象之中，那幻象世界便是这远古测试时。所以若是幻象世界被摧毁，这远古测试时也将被摧毁。炎族老祖说道。前辈，您这意思，您是说楚风用他的潜力把这石头的幻象世界都给摧毁了？独孤星风惊讶无比，被炎族老祖的话吓得不轻。没错，虽然很不可思议，但除此之外不会再有另外的可能。炎族老祖说道。这么说来，楚风是踏入了那无人踏入的第18道阶梯？独孤星风问道。不，你太小看他了，若只是踏入第18道阶梯，只需击败第18只凶兽便可，根本不会摧毁这远古测试时。而楚风他不只是击败了第18只凶兽，而是摧毁了整个幻象世界，摧毁了整个远古测试时。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吗？你如果不明白，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楚风的潜力恐怖到无法估量，恐怖到可以摧毁一方世界，这是前无古人的，这是超越几位帝王的，他能到达前人无法到达的高度。有朝一日，他若成长起来，整个5之圣土都没人能与他匹敌，因为那个时候的他凭借一己之力便可以将整个5之圣土摧毁。不只是5之圣土，四方海域，整个世界，无论是什么样的遗迹，无论是什么样的险地，无论是繁衍了多久的种族，无论是创建了多久的文明，只要他一个念头，便可以让一切化为飞灰，不复存在。炎族老祖一字一顿地说着，此刻的他激情四射，热血沸腾，仿佛在体内沉睡了多年的火种终于在此刻燃烧了起来。而听得炎族老祖的话后，独孤星风接连倒退数步。尽管他已经有了这样的猜测，可是当他亲耳听到炎族老祖说出这样的话后，他仍是感觉不可思议，甚至有些难以接受，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他的接受范围。就像一位武帝举着一个大锤，咣当一下砸在了他的脑袋上，砸得他有点发懵。前辈，这究竟是福是祸？沉默许久，独孤星风说出了这样一句：是福，此乃我辈之大福。修武一途，无边无界，永无止境。所有人都知道，武帝并非巅峰，武帝之外仍有境界。可是因为我辈没有办法突破武帝，便不知道武帝之外究竟是何境界，也不知道那浩瀚的星空之中究竟还有着多少强大的存在，永生永世，世世代代都被困在这方世界之中。也许我们自认为站在这个世界的巅峰，天下无敌，这个世界之外的人眼中，我们不过是井底之蛙，坐井观天之辈。为什么会这样？说到底，还不是我们天赋有限，所以只能做到这种地步。难道说你就不想去那浩瀚星空走一走，不想去看一看那月亮之上是否也有修武者？那星系之中是否也有着其他种族吗？是否有着传说中的真龙？是否有着传说中的神兽？是否有着双手探出便能撕裂星空的大能？炎族老祖一字一句地对独孤星风问道。想，晚辈当然想知道。尽管早已是半地巅峰，但是每当仰望夜空，我都感觉自己非常渺小，连粒尘埃都是不如。独孤星风感叹起来，他不是在扯淡，这是他发自肺腑的感慨。纵然无数弟子奉他为掌教，亿万平民奉他为神灵，可却未有他知道自己有多渺小，不过是这浩瀚宇宙的一粒尘埃，甚至连尘埃都是不如。他生他死，改变不了那日月的旋转；他生他死，改变不了那闪烁的星辰。他不过是一粒小石子，纵使丢入大江之中，能够溅起一抹小小的浪花，可是却改变不了江河的流动，改变不了岁月的冲刷。多年之后，没人会记住他。